你知道吗？高阶版的显化一定不只是无脑 A， 它会涉及你的一生，会改变你的人生剧本。这个影片有很多干货，大家可以点赞保存起来多看几遍。显化会让我们取回自己的能量，归还别人的能量，而且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有缘人，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你能认真地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能够从不幸福的牢笼中挣脱出来，从此过上不焦心、不操心、不失眠的幸福人生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耐心看完。显化从俗语的心想事成、吸引力法则都在讲这个，似乎都将能否显化某事件前作为修行追求的境界之一。其实显化分成2个层次，一可对应佛教所言世俗地与圣义地，也就是从念力感应到本自具足，从不究竟发生转换，再到究竟的3个阶段。按理对于不究竟的法本无讲的必要，然而佛教也有3圣法门，接引不同众生。从究竟层面上讲，但凡分析即是错。正如黄檗传心法要，谓若有见处，即名外道，又谓见闻如幻意，知觉乃众生，忘机则佛道龙，分别则魔君赤。如今所说一切本就是幻象，相中说相，不过是记录心得历程罢了。念力感应原理。其实我们任何人每一秒都在显化，开悟与否，修行与否，都是处于显化的过程中。我们的过去、现在正在经历的与所处的环境状态，以及未来即将经历的一切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显化的结果。为方便理解，可以认为显化如同各种物理、化学定律，我们只是认出这个法则，这个法则本身就存在着，如同我们人身本身就在呼吸氧气，如今不过知道氧气和心肺呼吸功能的原理而已。因为认出这个法则，所以我们可以在高原吸氧，这就是有意识的运用。所以不存在某人是大师便可以展示显化的神通，只能说其通过认出此原理，有意如同引导呼吸一般，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念力，加速正向显化发生，也就是明白念力和所谓物质世界的联系。修行的目的就是息念。关于这个方法，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在《念佛三末师集序》中便直接道出，其中关键便是开篇说的三摩地心法。夫称三摩者何？专思即想之谓也。思专则志一不分，想寂则气虚神朗，气虚则志田其照，神朗则无忧不彻。慧远这篇虽然名为念佛，但其实仍然只是一个方便普通人理解的法门。起信论义记说，众生真心与诸佛体平等无二，到了达摩东来，慧能将其内涵彻底发挥，达到巅峰。其实一切如是道，依天机，东西方宗教经典说到根本都是同一个，只是初学者不易理解罢了。所以今天暂且可放下这个不谈。
姑且认定是一个法门。简单说，随着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往内走，我们逐渐可以清晰认出，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，身处这个地方，本身便来自于某个时候的一个念，然后那个念牵动另一个念，念念相续，最终带到现在的一步。修行就是静心，唯有熄灭妄心，我们的粗大的念头才能逐渐变为细念，进而才能觉察到更微小的因果关系，或者说智慧才能浮现，也就能一步步往回推演，认出这世界的一切事物本身便是无数个念，和别人的无数个念，念念冲突干涉，如同撒一把石子到湖中，涟漪碰撞，发生重叠，然后事情就现前。比如我们遭遇一个车祸，粗大的念力只能看到驾驶员1小时前喝酒，酒驾失控肇事，但是觉知敏锐的人才能明白，这件事绝非单一的过患，而是2个人在不同时间、空间念力同时在干预，2个人背后又有无数个人、无数句话对思维、行为进行引导。如果努力往深处思考，恐怕几天前、几个月前、几年前、几十年前的一个念，都导致了这一秒的事故，而我们的每一个念，又来自我们接触到的、看到的电视与网络的无数个念的干涉。所以说，法律只是惩罚最后肉眼可见的末端一环。事实上，这世界上没有害人者和被害者，一个事物发生必然是2个人同时参与其中。可以说，我们根本没有一刻停息在造业，我们每一秒的念头都必将导致一个结果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念里牵引、拉扯、干涉的世界中，比如任何的悲剧发生，比如2个人打架，那么必然是2个人都处于恶念之中，所以气气相通。在暴力行为发生之前，已经在不同时空产生无数个念力与行为，导致在这一时间和空间2人产生重合，发出第一个原始念的时刻是因。打架便是念力最后一环的叠加。是果，我们总是看到很多的善恶，总是竭力分别谁在作恶，谁是受害者。我们或许应该先问问自己，究竟能否看到事情的全貌，应该先看看自己所了解的信息是多么的有限。我们看到很多人痛苦，很多人焦虑，觉得这些人愚蠢，其实还是没有看到这些事物存在的宇宙秩序，没看到背后的必然性。反之，我们只要努力去寻找，那么肯定也能在网络找到我们一个观点的论据和新闻，一定能找到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迫害，很多的仇恨。如果我们想看，那么我们一定可以看到，而且那些事情一定是随着我们的观察，非常自然按照逻辑发生。正如我们在探索宇宙的边界，只要我们努力去观察，一定会出现更多的事物，而且每个事物似乎都有出现的逻辑。我们要理解，不是因为存在而被看见，而是因为我们努力想看见，看见它的细节，看到它的产生原因，所以连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线索。
这就是心生则种种法生，法即指各种理论、公式、哲学乃至各种佛经，也指一切我们所谓的万物。如果能够通过专思尽想等修行方法，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点。这不是使用思维，而是去思维；不是使用逻辑，而是去逻辑。由此必然可以明白，显化方法就是感通。可以想象，相当于让自己的气和你想显化的那个人或是发生连接，就是你随时住在那个状态、那个念力、那个气场里，你完完全全如是，随之自己表现出各种自然的行为，接受一切事物的运行发生。我们身边所有的好事也是这样发生的。比如你现在有一个舒服的工作，学校是因为你和当时招募你的人达到了审美、研究领域和思维方面的一致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理念的阻碍。而之所以能认识这个人，必然又来自于多年前的一个念吸引来的另一个志同道合者，而之所以能在某个空间认识那个人，又来自于更早生的一念。所以感召到某个信息线前，或与某个人达到了心灵的默契共同生成，这种线索可以不断追下去。每件事背后都存在一条念力之链，有主干，有支线，所导致的每一个结果，只要你不断释放正念，你的无意识的行为和导致的行动都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。每个人在同一个的时间发出同样的念，尤其是轻松不追求的自然的念，通过各种方式对接上了。愿意对接使别人感到舒服，就帮助了我们，每一步都比预想的结果更好一些。所以不是要追一个具体的目标，而是绝对相信自己未来可以拥有。比如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平庸的学生，会成为一流的学者，于是果然一步步实现这个事实。其实每一步都是有人恰好对接，然后将我们往上带了一点点。所以在不究竟的角度上，怎么显化未来的财富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变错了。不过这个阶段我们姑且这么说，假如我想要从天而降一套豪宅，怎样被别人送一套豪宅呢？那么必然是和送的这个人产生完全一致的气场、心理、心态的对接。那么此刻我们想一想，一个能送给别人豪宅的人是什么状态，会多么丰盛，那么就理解自己应该会在处于什么状态，和这个人发生互通。但是重点是勿助、勿忘。我们只需要相信自己自信圆满，我们就会遇到该遇到的事，不用去追别人，只是相信自己，那么一切事物都会被吸过来。我们不妨想一下，我们如何给别人布施的，或者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和这个人聊天而不和那个人聊天？为什么选择给这个人送礼物，不给那个人送？为什么旅行回来同样送礼物，给这个人的礼物就比较贵重，给另一个人的礼物就比较轻薄？其实都源于我们和这个人产生的一种不同频率连接。其实无论是送礼还是聊天，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愉快的、放松的、不紧张的、信任对方的那种状态。于是
金钱就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流通，于是智慧和知识也在两个人之间流通，我们彼此都获得了因为金钱和智慧带来的能量提升，所以我们愿意下一次进一步给这个人送礼物，也愿意下一次进一步和这个人聊天。我们在送礼物和聊天的时候，从来不抱有任何的获得回报的心思，反之，如果抱有心思，反而阻隔了气的运行。所以古人祈求上天，斋戒沐浴，就是通过外部手段静心，和天发生气的连接。同理，如果我们幻想未来获得巨额财富的增长，那么巨额财富的来源也一定和我们处于同一状态，这才是财富在两个人之间流来流去的秘密。所以在不究竟的层面，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深层次的秩序，绝不是费劲揣摩各种人际规则的秩序，越分析那个越会累死而不得。因此一定要先去理解能量流通这个事实，务必感受我们与他人之间存在能量流动，能量能否顺畅循环，能否发生共振，是两个人之间信息传递和财富传递的根本。无论此刻你在看懂这个影片，还是面对一个朋友或学生传授知识，本质都是在一个场中发生能量的流动。没有流动，一切语言和行为都毫无意义。我们的词汇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。比如，当我们把所有知识分类成唯物和唯心，用这个标准衡量的时候，就如同把所有人简单地分成男人女人一样，给出各种判别、定义和限定。一切的分类都是限制，限制我们对更广泛的理解能力。分类越简单，我们的限制就越多。比如，古人把人按照性格分成9种，按照星座或者属相可以分成12种，按照荣格可以分成8种，而流行的人格测试可以分成16种，而按照传统命理面相之类可能分成几十种。而如果我们叠加人格、星座、属相几种参数，那么可能分成几百种。我们越是能认识到人的特殊性，甚至每个人是独立的，越能理解世界构造的复杂性和每个人的特殊天赋才能，我们越是感到自己被压抑。想一想，是否我们此刻也在压抑的、刻板地按照我们的一套规则解释这个世界？又比如某一天，如果一个人工智能问我们，为什么机器只需要吸收电能，所有的电都是统一的，为什么你们人类要吃不同的食物呢？请描述一下食物的分类吧。你会怎么描述呢？难道你会像唯物、唯心一样，仅仅把食物分成好吃和不好吃2种吗？难道只把食物分成酸甜苦辣咸5种吗？你会发现，当你向机器人描述食物的分类，描述为什么今天想吃这个食物，明天想吃那个食物，你会夹杂非常复杂的信息，跟你每天的情绪、内分泌、你的饮食习惯和出生环境，以及气温、气氛、餐具和餐厅环境都非常有关，是一个几乎无法描述的事物。想一想，我们如何给机器描述食物分类？
就明白我们如何描述哲学和思想的分类了。倘若你只是说食物就是蛋白质，食物就是包括热量、卡路里、糖、碳水化合物等等的一个东西，那么你怎么描述为什么你不直接喝一种统一制作的液剂或者药片，而每天选择不同的食物呢？我们只有拓展自己对世界理解的复杂多样的维度，才能超越现在的困境。2. 解除占有欲。然而以上所说其实是不究竟的，而且很大概率会失效，因为一切的显化都是将自己的快乐放在得到一个某物上，都是未来心，都势必是迷在相中，都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痛苦。为了进入究竟的层面，暂时仍然需要用不究竟的方式继续进行分析。首先，当我们说获得彩票时，获得更好的工作，去更好的一个城市时，我们散发出的念力其实是掠夺和占有，也就是我通过让别人损失钱，从而获得他们的钱；我通过占据一个工作机会，与此同时别人被拒绝；我通过享受一个城市环境，而远离一些我不想看到的人和环境。这些念力本质都是负面的，也是认为我现在是缺乏的，我需要一个东西或环境填补我，让我达成圆满的状态。这时散发的念力一定是恐惧、厌恶、焦虑，而这样的念力基本上在阻碍一切的发生，反而吸引相反的负面事物。其次，以上念力的根本是，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守恒定律，也就是能量只能单方面的输入。比如我送给别人礼物，我损失了，别人获得了；我教授给别人知识，我损失了时间，别人没有消耗时间成本，获得了知识。这些错误的想法都是在分别人我，即幻想一道有限的边界，隔断了我与对方，是因为我们仍然是相信有形的世界法则，而不敢相信心生则种种法生，不敢相信能量是一个循环的不断流动的过程。再次，当我们产生占据某物、某人、某个环境的心理时，其实就是一种控制欲，也就是一种恐惧失去的心态。还没有获得就已经在恐惧失去，这种恐惧的念力会表现出各种各样我们自己都无法意识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又会产生我们无法观察到的各种效应，这些效应无数次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。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是由自己念力导致的行为塑造的自己，只是我们的觉知力太粗大了，我们根本观察不了这么细微，犹如在没有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时代，我们得到的各种如今看似可笑的结论一般。如果有一个全景式摄像机，可以不断拍摄我们每一个念力、每一个行为，以及行为导致的其他行为和其他人的念力，以及我们每一步遭遇的处境，我们才会恍然大悟。但是这世界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摄像机，所以我们也永远无法自我觉察，认出我们现在境遇的原因。或许旁人会认出，但是几乎没有几人愿意降维，冒着被你憎恶的结果告诉你。所以我们说，除了原生家庭外，
只有女朋友、妻子或男朋友与丈夫才是开启人生另一个选择的入口。这就是说，只有这些人有全景观察你的机会，并且可能主动帮助你纠正的原因。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求而不得的、珍贵的、无比珍惜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。我们不断强化我们某一个念力，然后活在我们幻想出的一套规则中。为了方便理解，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。一个人花了$1买了一瓶1995年的红酒，这是因为他在社区后面散步时，偶然看到一张手写的告示贴在树上，写着第二天大促销，所有东西只要$1，随便挑选。于是他按照地址前往，发现那是一个住宅，几乎所有大件物品都被搬空，只剩下各种各样的生活器物。社区附近的居民正在翻箱倒柜地挑选物品，他看到几个人神情落寞地看别人挑选，然后数数量，收钱，就猜到8成。询问后得知，原来这房子是他们合伙经营的一家摄影艺术工作室，既住也工作。大概是因为其中一个朋友过世了，大家心灰意冷，不想再继续经营，于是决定快速腾空房子的所有物品。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，在一个很难进去的角落有个矮小的柜子，几乎无人问津。打开后，他发现几瓶收藏的老酒，于是挑了其中一瓶。突然，他仿佛感受到很多故事，看到一个个画面。那个曾经拥有这瓶酒的人非常珍爱它，从购买时就准备等一个好机会喝，一直想着找几个好友，选个好日子，但却一直舍不得开瓶。随着酒存放的越来越久，似乎价值也就越高，反而越舍不得开。直到那人去世，这瓶酒竟然都没有被打开，结果却被一个不懂酒也不喝酒的人花$1买走了。这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？他也收藏各种书籍，各种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器皿和物件，总想着某天心清静的时候再看那本书，某天有特别好的想法再写在那个笔记本上，某天找到特别好的东西或食物，再把它们放进那个古董器皿里。结果10几年过去了，那本书都没翻过，那些物件也没用过，直到积满灰尘。或许某天被打碎了也不一定。他曾遇到很多老人，他们不断告诉他类似的念头，就是当他们准备好退休了，孙子长大了，房子拆迁了，再去某个地方游玩，再去体验某个事物。但这些人大多数到老死都没有再去过他们想去的地方。他还联想到美国有很多古董店，价格不贵，一般都是100年之内的老物件，非常值得淘宝。起初他在某家店的普通玩意儿中发现了一个古董英国茶杯，淘宝一搜，发现价值将近1000块，而这家店只卖30多美元。于是他觉得捡了个漏，发现了宝贝，赶紧买下，十分珍惜。结果又一次去到一个更大的古董店，
发现那里堆满了这种类型的杯子，满墙壁橱层层叠叠，全是从各处捐来的或收来的杯子，多到审美疲劳，每个只卖10美元。此时他反而一个都不想买了，突然觉得这些杯子不过如此，懒得一个个去看了。事物的价值其实都是我们赋予的，我们觉得宝贵的无比的，其实只是我们用念力不断加强自己这个信念。我们越是想它很值钱，于是越来越值钱，越来越珍贵，越来越难以企及，越来越难以交流，越来越难以办到。但一切的价值都是我们内心幻想所生。换一个人也许一文不值，我们真实的身份，真实的工作，真实的房子，真实的手机，准备写的下一本书，筹备的材料和经费，准备见的人，其实越真实，相当于越把自己投射捆绑在上面。只要放下这个牵挂，顿时解脱，顿时就有机会获得更多更美好的。人类认为最强大的武器是我们自己的大脑，人们相信自己的逻辑，自己的思维，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无数次运用自己的思维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找到一个解决方法，所以我们越来越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理解，用我们的眼睛，用我们的触觉，用我们有限的大脑，认为自己可以努力解决所有的困难，创造财富与更美好的生活。我们不敢扔掉自己的思维，因为扔掉思维就意味着一切是不确定的。每个人都在不断按照自己既有的观察，制造自己理解的世界秩序，从来对自己制造虚假的秩序迷之自信，且沉浸其中。因为人们不敢接受一个不确定的世界，所以活生生造出一套秩序。因为扔掉思维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切存在。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，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幻想的制造秩序按照我们的理解启用时，我们非常开心。开心的本质是觉得一切具有确定性，符合我们有限的认知了。反之则身心剧烈，恐惧、哭泣，一切的痛苦本质都是我们认知的人事物脱离了我们既有的认知，本质都是恐惧。比如我们认为学习、取得成绩学位、找到好工作、完成任务、走上人生巅峰等等是必然的路径，并且每个阶段还有小的路径。又比如我发誓普度所有的众生，又比如我要完成多少功课，看完多少书，然后就能开悟了。甚至于我们认为某个人按照我的理解，按照一套方法，按照一个次第，按照一套进阶方案，一定可以走到我这一步，乃至我认为这样说，这样做，那么另一个人一定开心或者幸福。其实这些的目标都是我们的幻想，幻想确定性。所以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扔掉思维，扔掉我们认为我们很强大，我们可以解决一切的心态，扔掉我们理解的因果和逻辑法则。我们要相信，当我们扔掉思维，
我们才能感受到真实，我们才能获得超越人思维之外更大的智慧。这就是传心法要说的两段关键。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，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逆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，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与众生更无别异。但是众生着向外求，求之转失，是佛觅佛，将心着心，穷竭尽行中不能的，不知息念妄虑。佛自现前，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。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田。欲缘即施，缘悉即寂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欲着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我们想象我们是怎么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的，从一个不稳定的土地进入水里的恐惧，可扔掉恐惧学会游泳的过程，我们就理解我们思维进入另一个维度也是如此。我们不是学习很多理论，分析思考人体力学，然后计算后分析手臂和脚趾和肺部呼吸后，然后直接进入水里就会游泳的，而是必须面对一个时刻，就是放下顾虑，直接跳进水里，相信我不会淹死，然后彻底相信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学习的知识和人体的功能逐渐浮现，于是我们学会了。所以从锁定自己认知的幻想到走向真理，中间一个时刻就是无秩序时刻。在这个无秩序时刻，人是非常恐惧和无助的。这个阶段我们就产生很多宗教经典和信仰，本质上是方便我们从前一个阶段顺利进入后一个阶段。所以一切宗教信仰经典都是暂时的，如同从不会游泳到开启本能学会游泳，中间会出现一个教练，但是教练无法帮你，最终一定是需要你自己开启本能。只有扔掉思维，我们才能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认出另外一套法则在运行。宗教和信仰也只是帮助我们离开救我的方法，最终我们必须闭着眼睛亲自跳入水中，也就是接受世界的无序，扔掉一切的思维乃至对自己的定义。这是非常困难和恐惧的一步，也是必须走出的一步。这一步就是无心。黄檗禅师传心法要相当于对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的简明通俗直接的注释。他说，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，无一切心也。如肢体，内如木石不动不摇，外如虚空不塞不碍，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曲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期薄处，故望崖而退，力皆广求之见。所以求之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书当理，普贤当行。理者真空无碍之理，行者离相无尽之行。
这简直是精要至理无上的心法。3. 本自具足心法。我们总是想显化财富，显化大豪宅，总是想未来得到个什么自己才圆满，才快乐。事实上，什么是显化？就是不把自己的圆满建立在外边，不认为自己要得到个什么才能快乐，接受现在的样子，接受现在的房子，现在的身体，现在的工作，觉得我当下就很快乐。我这个快乐的心和未来住大豪宅有几个亿的快乐的心没差别，接受我现在就可以快乐，这个状态就是显化的状态。当我们认出我们现在不用向外攀援，不用等待什么到来，当下就快乐，那么反而大量外在被人们定义的财富、运气都一个个降临了。所以究竟的法则不是心想事成，而是心不想事成。再透彻一点，就是没有心，没有事，随着一切发生，接受一切发生，没有显化是明显化，这就是所谓显化的根本法则。我们想着通过读佛经，通过念咒，通过用功，通过开悟获得快乐。也许某一天一个念升起，老子就算不用功不开悟，就这样子，没钱没法没牵挂，无所谓，也很快乐，那么就真开悟了。有了豪宅的人想住山里，住山里的人想住豪宅。在中国，热带水果凤梨世家贵，苹果到处都有，就觉得前者好吃，后者不好吃。到了台湾，发现到处都是凤梨世家，苹果反而很稀少，人们特别追逐吃苹果。在中国内地虾贵，饺子到处都有，所以觉得虾肉鲜美。到美国最便宜的就是个种虾，反而没有饺子卖的。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游戏法则。玩电脑游戏什么时候最享受？是开始建造时享受，对战即将发生时享受，进行中享受，相持时想方设法破局享受，还是最终胜利时享受？答案是无时不在享受游戏。如果游戏只保留其中任何一个，都会乏味无比。追女朋友时，是一开始动心享受，是即将追到享受，是偷偷背着老师约会享受，是如胶似漆享受，还是每天在一起过日子享受？答案是每个阶段都是享受，单独重复任何一环都乏味无比。所以孔子奔走呼吁，我们觉得悲惨，人家孔子就享受这种游戏，孔子不知道不能办吗？他自己都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那他在做什么？他是摆明来体验这个冒险游戏的，就是来玩的。就如同一个小痞子知道一个女生是白富美，差距太大追不到，但他就是追着玩，他就享受追不到被拒绝，还来来回回的过程，结果无所求，反而给追到了。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，提醒自己，一切都是我自己搞的游戏设置，一切都是体验而已，体验就享受呗，享受冲突，享受升职，享受中奖，享受生病，享受妻离子散，享受死亡，完呗。
我们并不需要把快乐建立在获得某物上，当建立的时候，就发生求不得。只有深刻体味当下作为一个游戏环节，才能无论悲喜，皆能快乐。我们的大量情绪都耗费在界定财富的形式、数量，界定快乐的表现，其实都是自己用力将快乐限制在一个极度狭窄的区域中，然后痛苦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种痛苦其实或许也是某些人追求的体验。换言之，我们即使不理解这些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所有人都在体验他想体验的。为什么有痛苦？恰恰是因为我们想体验痛苦。比如我们经常有个习惯，总喜欢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点，在某个时间段内看完一本书，写完一篇文章，或者在出门前把时间压缩得非常紧凑，做完大量的事情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必要这样安排的，结果导致特别焦虑和烦躁。其实完全不必如此，不过如此也无妨。一切快乐和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体验。我们以前想体验痛苦，所以全景式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痛苦的游戏。如今我们想获得快乐，那么就全景体验自己应得的快乐吧。体验的方法就是理解没有限制，没有战胜某人某事，没有突破极限，没有必要不断给自己设置下一个目标，没必要玩这个自我设限又打破限制的游戏。我们并不必要赚到1000万，拥有绿卡，获得教授职称，拥有雪山下面的豪宅才幸福快乐。快乐有无数种可能，我们总是给自己设置一个特定的快乐的目标。其实我们不是在追求喜悦、平安和富足，而是阻碍自己进入喜悦、平安和富足。其实我们现有的一切完全可以满足我们体验到喜悦、平安和富足，只是我们恐惧的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此刻自己想体验这种恐惧。我们深深沉浸在这个全景式体验的剧情中无法出来。所以什么是佛教中的大无畏？这不是说勇敢，大无畏是已经意识到没有限制，没有用心，毫无惊恐和用力克服。无畏就如同让你去深呼吸，你根本不会觉得这个动作会伤害到你，然后轻松去做的那种无畏。世界的真相极有可能是，当我们给自己设限的时候，一切规则和标准全都清晰地呈现了，也就是本身并没有很多的规则。正因为我们用力的观察和思维，所以呈现在这个梦境中有各种规则。也许你可以试着问问别人，是否清楚这些规则？可能另一个人一无所知，我们觉得那人愚蠢，也许恰恰是我们太过沉浸在自己制造的世界法则中。我们也可以思考，最快乐的并不是事物按照自己运行，而是从天而降的幸运。如果预期彩票，然后彩票中奖，这仍然是限制性思维。限制性思维会导致一切很困难，无法实现。任何限制性思维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也会很空虚。真正的快乐永远都是意外的，在料想之外发生的幸运，也就是没有计划的惊喜。
所以我们停留在无计划上，保持富足的心态，让一切自然发生。换言之，我们希望中彩票之后实现的那一个个梦想，我们当下本身就可以实现，只是我们不敢去做，不敢相信这套法则罢了。所以说，认出无时无刻不在享受，那就明白了游戏，也就享受了游戏。比如很多演员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，浑身肌肉，演正派，演大侠，演小鲜肉，认真努力用心，却不温不火，晚年容貌丧失了，功夫丧失了，一切消沉了。结果某一天被人拉去演配角，演丑角，心里100个不愿意，结果一演晚年爆火，成了流量红人。为什么？接受自己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才是你的人生剧情安排？一次赚的钱顶前半辈子赚的总和。我们总是被自己设置的一个个目标吸引，追逐自己觉得美好的、牛逼的、想象的一个个境界和目标，却忘了人生没有目标。我们认为的所谓目标，都是我们心想所生，那些目标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当放下目标，反而意想不到的惊喜从天而降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训练的心法。看完这个影片，并不会让你下一秒突然间顿悟，一定需要长久的修行。何谓修行？就是在行上修，通过遭遇一切事物来修自己的出离心。一开始可以果断屏蔽掉那些新闻和人，先回到自己，这是手劲功夫。等到见性后，可以勇敢看那些事，见那些人，训练自己的定力，认出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想所生。越练越坚固，越练性体越明，这实在是上魔的功夫。最后就是无挂碍、无恐怖的大自在境界。但是修行说简单又很简单，一句话就说完了。黄渤传心法要说，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，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。一切佛法乃至这些冗长的文字，在一定阶段统统扔掉，当下明心见性，一了百了。又说见闻觉知，皆是镜上作解，暂为中下跟人说及的，若与亲正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。这是说，我们无论是思维各种经典，还是自己雪山打坐参禅生出各种境界，都不是上乘。真正上乘，长驱直入，根本不需要再多添半句废话。所以说，世界上只有3种人，一个是躺平欣然接受一切的人，一个是不敢躺平的人。不敢躺的原因是自己心里幻想出领导、家人、自己对自己的期待。再有一个是来玩的人，认出人生就是来玩的，完全认出自性，放空体验一切丰盛。一切宗教的最高境界，便是使人见到自性，即自性圆满，无需外求，认出自性的状态。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是，你住进这个身体，如同坐进一个已经设定好自动驾驶的汽车，
你想去的沿途每一个目的地都已经在你上车前已经设定好了，电脑自动根据地图选择了一套最佳的方案。虽然你不知道它会具体经过哪儿，但是你信任这辆车一定会把你拉到最好的那个目的地。所有人都坐上自己给自己设定好的车，但是坐着坐着逐渐就忘记了，看着车开着，突然就想伸手去动方向盘，因为看到窗外某个方向特别漂亮，就突然干预车的自动设定驾驶程序，死命掰方向盘，想去自己临时看到的美好的地方，比如去模仿、攀比别人，追求考个更好的大学，找个更好的公司，有个更好的女朋友，赚更多的钱，去更多的国家，搞更多的项目和成果，认识更牛逼的人。又比如看到车突然往土路上开，往山顶荒野开，突然往一个悬崖边上开，特别恐怖，怀疑车失控了，赶紧想去掰方向盘。比如遭遇了一些悲剧，离婚了，亲人死了，没考上好大学了，失业了，妻离子散了，家财散尽了。其实根本不用恐惧，车根本不会开进沟里，你根本不知道车机电脑一定比你牛，会带你去好地方的。看似坠沟里，其实是那边有条捷径，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大路，又转入桃花源中，根本无需惊慌。但是我们总是忘记了，汽车本身就是去最好的目的地的，它的程序已经设定好了。所以当你越是紧掰方向盘就越累，越掰不动越想去发力，越恐惧或者越期待，就越是要费劲的掰，越费劲追求那些不是你预想设定的，不是属于你的，不需要惊恐的，越是干扰车的自动运行，最终不仅追不到车，也给你整坏了。有的人太费劲了，甚至把方向盘掰断了，这就是猝死了，自杀了，遇到天灾了。其实我们完全不用费劲，就记着一切都是设定好的，认出什么是属于我的，这辆车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更好的目的地。那些目的地是我们自己一开始就选好的，真正想去的。路上风景可能很多，很美好，又或者很荒凉，都是雾很恐怖，但是我们已经选了我们这趟沿途所有的目的地，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过度干预这辆汽车。当然也不是全然不做，而是理解自己也参与进自动驾驶的系统中，听到提示偶然参与，轻点刹车，拨一下转向灯，拉一下手刹，毫不费力地融入车机，如同恍然在睡梦中融入自信给出的指示，不费力做一些事。这个做事毫不加个人造作，无为而为，其余的时间我们就静静躺着，欣赏沿途的景色，欣赏黑暗和悬崖，或者闭着眼歇一歇。这样一会儿就发现车停了，那个非常好的我们地方就到达了，然后在当下就可以开始显化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本自剧组，
愿你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，始终保持内心的丰盈与平和，以内心的圆满迎接人生的每一天，心想事成，步步高升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